三利号战列舰是旧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后向英国维克斯公司订购的一艘战列舰，是福岛级战列舰的4号舰。在三利号交舰之时，它是当时科技最先进的战列舰，也是世界最强的战舰。三利号没有浪费自己的天赋，作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利号在日俄战争期间大放异彩。在对马海战中，它身中30发炮弹，但仅受到了有限的损伤。在此役中，日本海军仅付出了3艘鱼雷艇和100余名士兵的伤亡，就使得俄国舰队几乎全灭。这一战对后续战列舰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而本次日本舰队的表现也被西方大国观察与分析，三利号也成为了对下一代战列舰的定义的重要角色。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艘传奇战舰。三利号全长131米，高约23米，吃水约8米。它的主炮采用了2门双联装305毫米的主炮，副炮分别采用了12座46毫米火炮与14门单装152毫米炮，以及20座76毫米的单装炮。除此之外，三利号在水线下还安装有4座450毫米的鱼雷发射管，装甲则是使用了当时世界防御水平最高的克鲁伯钢。主炮炮塔的装甲厚度达203到254毫米，主要装甲带厚度则是102到229毫米。动力系统在当时也不错，最高时速18节，在10节速度下，三利号可以航行4000海里，这个数据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在维克斯公司交接给日本的时候，三利号是当时科技最先进的战列舰，甚至比英国人自己的战舰都先进。而当时为了买这艘军舰，日本海军甚至差点违反了宪法。当初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俄罗斯帝国的压迫下，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之后为了与俄罗斯帝国在远东地区对抗，日本海军开始扩充军备，三利号就是作为66舰队计划的其中一艘而建造的。66舰队简单来说就是配备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各6艘，而这个计划也需要大量的经费。尽管日本海军的债务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开始重组改善了，但这些金额还是超出了海军预算。要完成这个计划，只能非法挪用预算，但这个行为是违反宪法的。这个方法是此计划的协助者西乡从道提出的，他们甚至已经决定，如果议会追究违宪责任，就在二冲桥切腹自尽，可以说是很少和了。不过最后议会还是拨了款，西乡与计划提议人山本也免了切腹之灾。在1899年3月1日，三利号作为66舰队计划的最后一艘战列舰正式交予日本海军。而三利号的服役动态离不开东乡平八郎这个人，毕竟三利号是他的旗舰。我们就主要来说一下日俄战争期间的2次海战，也就是他们大放异彩的2次海战。首先是黄海海战。黄海海战发生在1904年，日本舰队的指挥官正是东乡平八郎，他此时的旗舰就是三利号。战役发生的地点在我国旅顺港外的黄海海域，当时日本陆军已经包围了旅顺，俄方的太平洋舰队决定突破日军的封锁，撤往海参崴。但当天日军也察觉到了俄国舰队的意图，所以就提前在山东半岛外的黄海海面上游走。12点左右，两方舰队在相距10海里的地方相遇。当时俄舰队的位置并不好，所以就采取了回避交战的方针，而日舰队则是保持与俄国舰队的接触。到了13点左右，双方开始交火，因为双方距离较远，两边的炮火命中率都不高，也没什么伤亡。随后俄舰队转向，突破了日舰封锁，向着东南方向逃逸。这时东乡平八郎才发现俄舰队不是来决战，而是来逃跑的。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双方距离已经拉开，天黑之前是追不上了。不过这次老天站在了日本这边。16点30分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竟然追上了俄舰队，原来是俄舰队出了故障。随后日舰队利用航速优势，还是追上了俄舰队，两边平行航行进行炮战。俄舰队集中针对旗舰三利号进行打击，虽然身中数弹，但因为其装甲采用了高性能的克鲁伯钢，所以只受到了有限的损伤。17点40分，日方命中了俄旗舰太子号的舰桥，指挥官维佐夫特被弹片击中身亡。而维佐夫特又没有指定代理人，导致俄舰队直接失去了指挥，舰队阵型顿时乱作一团，在日舰猛烈的攻击下开始溃败。之后夜幕降临，多数俄舰逃回了旅顺。本次战役俄舰伤亡惨重。在此战后，东乡同样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这些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他在后面的对马海战中的战术指挥。到了第2年，为了摆脱困境，俄国海军舰队派遣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率领由波罗的海舰队拼凑而成的第2太平洋舰队前往中国，途经北海、大西洋、印度洋和南海，行程18000海里，可以说是非常遥远了。但这支舰队缺点很多，首先，这支舰队新旧交替，新服役的水兵们不能熟练掌握，士气还比较低落，而且此次航行长达8个月，官兵们的疲劳使得整个舰队的作战能力严重下降，而日本联合舰队此时却状态良好，在东乡平八郎的督促下，正频繁进行着实弹射击训练。可以说，此时日本联合舰队是以逸待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战即将到来的俄国第2太平洋舰队。1905年5月27日凌晨2时45分，日本新农丸发现了俄国舰队。25分，东乡下令全舰队出击。11时15分，双方进行了试探性交火。11时30分，俄国舰队司令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改变阵型，以便于战斗。但是由于指挥失误，整个舰队阵型陷入了混乱。14时5分，为了获得有利攻击阵位，东乡下令舰队进行大转向，也就是著名的 U 型转弯。到了14时11分，日方先导舰三笠号掉头完成，双方开始炮战。日舰转向后，逐渐采用强占梯字横头的战术，穿过俄国舰队，逐渐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俄国舰队的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船舵被打坏，舰队司令罗杰斯特文斯基也身受重伤，旗舰被迫退出战场，在海面上漂浮。俄国舰队再次陷入了没有指挥的混乱局面，俄军又栽在了同一个跟头上。经过几小时的混战，双方的主力舰又相遇了2次，但此时大局已定，俄国战舰已经无法发起有力的攻击了。到了夜里，双方继续战斗。第2天凌晨5时过后，剩余的俄国舰队朝着海参崴方向行驶，但在上午9时，他们再次被日舰包围。最终，俄国舰队决定投降，但日方联合舰队看到投降信号后，依然进行炮击，直到总参谋告诉东乡对方已经投降。最终逃回海参崴的只有1艘巡洋舰与2艘驱逐舰，剩下一些残兵败将逃到一些中立国的港口。对马海战至此结束。这一战是近代海战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日本仅仅损失了3艘鱼雷艇，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俄国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一战也再次证明了当时战列舰在海战中的至高地位，将大炮巨舰主义推向了巅峰。而此役中的旗舰三笠号自然也是大显威风。在之后，三笠号也经过了一次沉没。在一战初期，三笠号则是负责在日本海等从事警备活动。后面根据华盛顿条约，三笠号最终决定废舰，成为了一艘纪念舰。在后来的2战中，它也经历了美国陆军航空军的轰炸，最终在各界呼吁的情况下再次复原。现如今，三笠号算是防卫省名下的国有财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日本一趟，它就在横须贺市的三笠公园中以纪念舰的形式保存。总的来说，尽管三笠号当初造价不菲，但是也算是值回了票价。它不仅作为传奇将领东乡平八郎的旗舰立下了诸多功劳，也对后面的大炮巨舰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也落得了一个好下场，成为了一艘纪念舰，也算是善终了。那么大家对巨舰大炮主义怎么看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武器介绍就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